在通往撒哈拉的路上，每一台车都是一个为期2-3天的小世界。在我们这个小世界里，有2个美国人，一个西班牙人和我。而我们的向导和司机有一个听起来特别阿拉伯的名字，哈桑。离开马拉喀什，我们一路向东，翻过阿特拉斯山脉，经过博博尔人的城市，进入撒哈拉沙漠。阿特拉斯山脉的一处高峰，这里的海拔2000米。这是一条从马拉喀什出发，通往撒哈拉沙漠的成熟旅行线路。这里是行程的第一个景点。你们看，山顶的观景平台上，同时停了好多旅行车。我没有看到其他交通工具，所以不知道小贩们是怎么来到这个制高点的。阿伊特本哈杜，马拉喀什和撒哈拉之间古老商队线路上一座历史悠久的卡斯巴。卡斯巴也就是设防村庄。我们站在现代村庄这一边，眺望老村子，中间隔着阿西夫乌尼拉河，河水几乎断流，露出干枯的河床，形成一片开阔地，让远处的卡斯巴更像一座严阵以待的城堡。所以当哈桑介绍完接下去的参观步骤，同行的西班牙姑娘忽然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So we do this on our own and then No, I will go with you. Perfect. I will be with you in this castle. And we catch the sun in the hotel if we arrive. 对于我来说，眼前的卡斯巴实在是太像一个刻意搭建的片场，尽管哈桑一直保证这是真的历史遗迹。Yeah, this is beautiful, but it looked like unreal. Yes, it look like something. Yeah, I know this real, but it look like something made for movie sign. 哈桑沉默了一会儿，最后他决定带我们继续向前，去见识一下真正的文化遗迹。Yeah. Sometimes a lot of water here. That's why they built the bridge over there. Ah. There is another way by the bridge. 这片区域确实拍摄过很多电影和剧集，最知名的当然是《权力的游戏》。喀斯巴里的大部分居民都已经搬去了河对岸的新村，老房子里还有一些住户，他们有的服务游客，有的只是舍不得住惯了的房子，还有家里的羊和家禽。哈桑怕我们不熟悉摩洛哥的钱币，帮我们数着钱买门票。How much he give him? He gave you how much? I gave him 50. Yes, how much he give you? He gave me. No. Huh? Wait. How much he give you? Just only 20 dirham for one ticket. Yeah. I gave him 50. Yeah. He gave me back. How much? He gave me back 220s. And so I gave him an extra 10. Where is it? Where is it? Oh, it's right here. Are you sure? It's fine here. Messi. Thank you. So here they mixed. 这些建筑由泥浆混合稻草制成，存在了至少300年。 No idea. No. Oh, it's a hammer. No, it's Camera. This is a key and this is a lock. That's key. Yes. Okay. Wow. Now it's closed. Uh-huh. Yes. Amazing. Huh? Now this is the key.
In the Oh my past, God. they don't take 这把木质钥匙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铜锁， only the family. 但是用纯木头打造锁芯，我实在无法想象工匠的创造力和工艺。我们进入了一栋房子的内部， So this kasbah was built in 11th century. This one, and was only one family live here in this kasbah. Okay. Yeah, one husband with 4 wives, 3 wives. Okay. Now one wife now is more than enough. I think so. Why is not enough? I don't think one is not enough. Why? You got money? More than one is more than enough. Yeah. So this place it was the kitchen. Oh, let me see the kitchen. Let me see what they're doing. It was. Oh, it's not. They ain't cooking there. No. Okay. 想象一下制作这些墙壁、楼梯、天花板的材料，只是简单的泥土，居然如此坚固。楼梯狭窄陡峭，我下楼下的跌跌撞撞。门上有博博尔人的文字，上面写着“阿日了”，也就是你好，标志着这里是博博尔人的地盘。 I think so. Good exercise. Yeah. For me. Yeah. 哈桑也会带我们去一些旅游购物点。对于一个导游来说，购物回扣是重要的收入组成部分。但是哈桑从来不催我们买东西。 Take video. Wow. Yeah. 我们继续往喀斯巴的最高点进发。每经过一个拐角，都能见到不同的小贩和商品。以及绕过我们这些气喘吁吁的游客，步履轻快、面带微笑的当地人。阿伊特本哈杜是这条线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所以，操着各种语言的游客、导游们在这里上上下下。就在我们去参观的8个月后，摩洛哥遭遇地震的袭击，阿伊特本哈杜受到地震影响，有些建筑出现了裂缝，有些甚至坍塌了。离开阿伊特本哈杜，我们继续向东，经过托德拉峡谷，见识到了摩洛哥多变的地貌。峡谷里风很大，看着陡峭的山壁，我在峡谷里看到了房车和从欧洲一路骑行过来的摩托车队。我们似乎和另2条不同内容的旅行线路在这里产生了交集。终于进入了博博尔人为主体居民的城市黑萨尼。这是进入撒哈拉沙漠营地之前经过的最后一个大城镇。他带我们前往一家餐厅吃当地特色。Ooh la la. Yeah, that's good.
The best restaurant in the side. 一种用骆驼肉制作的披萨。 The food after Friday. Yeah. Friday food. Couscous day. 这里也是哈桑的家乡。吃完饭，哈桑带着我们在城镇里参观，给我们介绍他熟悉的每一个角落。 Because people before independence was stuck here for 1 year. Okay. That's why they take this name. Yeah. 哈桑在这里出生长大，读完中学就离开家乡打拼。他在工作中自学了英语，靠自己的努力成家立业，过上了不错的生活。这天不是赶集的日子，所以梅拉嘎都的黑山尼空空荡荡的。阳光透过篱笆顶棚的间隙洒下来，耳边仿佛响起这个集市喧闹的时候的声音。进入撒哈拉，我们到了沙漠营地的接待处，一个简单的小院子。接下来我们要换乘骆驼前往营地。在正式前往营地之前，这里的博博尔人教我们用围巾制作博博尔缠头巾。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缠头巾有多重要。第一次骑骆驼，刚开始的时候有些紧张。Oh my god. 尤其是骆驼站起来那一刹那，感觉快要失去平衡。Oh. Calm down, baby. Calm down. Oh my god. Oh, there's yours, Cam. I heard it. 后来就慢慢习惯了，发现只要跟着骆驼走路的节奏摇晃身体，就能骑得很舒服。Okay. Hello. Okay. 营地的每个房间都有舒适的床，带有独立卫浴，还铺着地毯。但所谓的房间其实只是篷布搭起来的帐篷，并不保暖。1月的撒哈拉温差巨大，到了夜晚，就算是室内也要接近0度，寒冷会让你失去睡意，越来越清醒。我无法想象那些沙漠居民们要如何在更冷的室外，在沙地里度过夜晚。而此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沙漠里的博博尔人几乎人人头上都有缠头巾。它白天能防晒，夜晚就能保持头部的热量不至于流失得太快。这真是撒哈拉居民的生活必备品。营地里的博博尔人多才多艺，在给我们提供了可口的晚餐后，又升起火堆，操起鼓和响板，演奏起格尼瓦音乐，就像他们的祖祖辈辈在沙漠里度过的无数个夜晚一样。撒哈拉这一夜过得短暂，却印象深刻。哈桑没有跟我们在沙漠里过夜，他留在黑萨尼，他的车出了些问题，需要去车行修理。于是我们换了向导，换了车。第二天在去往费茨的路上，哈桑打电话给我们的新向导，关心我们接下来的路程是否顺利。我一直记得哈桑，也记得哈桑对我们说的话。我是博博尔人，
博尔人不是阿拉伯人。